哦，那是贼鸥，看，贼鸥现在在抢它的蛋，看，哇，叼走了，叼了一只啊！这贼鸥的宝宝，你要看到你也觉得可爱。不知道说到南极，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是极致的寒冷吗？北京比这儿冷太多了，8度。哇哦！天哪！是遍地都是企鹅屎，臭到晕厥吗？受不了了，黄黄的，这企鹅上火了。一开始我们带着对世界尽头的所有想象而来，一片纯白、寒冷、荒芜的静止之地。但景色会看腻，这里真实发生的比景色有趣得多。比如你会用双脚丈量一座移动的、蓝到失语的却正在消失的冰川。你会看到企鹅在他们的高速公路上奔忙，只是为了还那点房贷。见过一个比较年轻的雄性，他建了一个非常糟糕的巢穴，结果被拒绝了。在这里，他们不是什么吉祥物，操心的事儿和你我差不多。通勤、抢好地段和养家糊口，他是一夫一妻，只是说有可能会离婚。最酷的是，真的有人绕开了动辄十几20万的天价船票，靠加入探险队，直接实现了南极自由。准备了很久，很久才能。这是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梦想啊。English is always important because that is the language of the sea. Newbie, yeah. 所以，请抛开所有的道听途说，这一集我们只聊我们亲眼所见的南极，一个滤镜之外，人间真实的南极。欢迎来到清单人生南极篇下集。Or up at Frey Station in the South Shetland Islands, which is right up there, and then we'll steam all night over the Bransfield Strait, all the way down, passing Trinity Island, and ending up in a little bay called Curtis Bay down here. And tomorrow afternoon, we will do our first excursion already. That's gonna be something, and the weather looks really wonderful. But it can change. We can't be tomorrow. It might not be wonderful. 是的，在南极，无论你选哪个船司，它都不会给你一个准确的行程，因为这里的天气太过于多变，探险队基本都是走一步看一步。所以每天早上起来，我们的行程就像开盲盒一样，你也不知道它行驶到哪儿了，你也不知道当天要做什么。你看到老干妈了吧？看到了，我也拍了。我都不知道老干妈该站什么。我一看，我说这像老干妈，我一看英文老干妈。我们选的这艘 A21麦哲伦号的餐食还是挺不错的啊，因为中国人的比例一般都会占到1/4、1/3以上，所以他们有专门配备中餐的厨子和中文的向导。特别有意思的是，这几天中餐的窗口只要一开放，老外们都会去排队。看来他们还是分得清好吃和难吃的。而这些中国船员都是通过自己的技能加入的这艘船，有的已经来了南极4、5次了，这个我们后面会展开。当然，如果把各种活动比作盲盒的话，你每天上午、下午各有一次开盲盒的机会。能开出的活动呢有以下几种。第一项就是冲锋艇巡游。我们今天的海面是非常平静的，所以呢是很好的、绝佳的，可以去看到各种野生动物在海面上活动的机会。冲锋艇巡游是盲盒里的基础款，也是最灵活的玩法。如果你遇到一些天气突变或者登陆点浮冰过多的情况下，它就会成为首选。哇，这块浮冰好漂亮。那个冰川在一点一点的起伏，你看到了吗？这个像个雪糕，看。这是个卡卡感。Yeah, I need it more than that. My lifestyle's a backpack, tatted and black. It's whack. I mean, it's like I'm hiding all the ugly bits, only showing new kicks. They ain't even the half of it. I'm mastering the art of plastering with whitewash. The pastor tells me that it's legalism, and I'm lost to right. I'm circling around the sin and shame. 这项活动不费体力，但充满了惊喜。缺点是发动机的噪音会稍微有一点，而且必须要穿上救生服。也没有办法使用三脚架，所以对于想出片的人可能不太友好。开心。哎，我看见沙漠下。那盲盒的另外2项则是皮划艇和登陆游。皮划艇会让你穿上像奥特曼中地球防卫队一样的衣服，
就是它这个脚这块是伸不出来的，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完全防水的一个设计。丧尸。Oh, it's a girl 。超级的难穿，但是绝对的防水。我们真的有队友翻船了，所以只能说穿成这样是绝对有必要的。但是这个皮划艇是有一定门槛的，首先它需要额外的预订和付费，另外它还需要基础的英语可以听懂指令，最重要的是它还需要额外的很多体力。好累啊！但是从极低的视角去仰望100米高的冰川，那种震撼和没有发动机的静谧感，是其他方式无法替代的，甚至你有机会会遇到。OK， 朋友们，我们全副武装了，马上就要上岸登陆南极大陆了，朋友们，好紧张！真正的登陆，前2天都是在巡游。看看喽，不要再企鹅看。那盲盒的最后一项就是天时地利才能开出来的登陆徒步，这算是盲盒中的隐藏款，抽到就是幸运日。因为它需要登陆点没有厚重的浮冰阻挡冲锋艇靠近，又不能有大雪大雾导致能见度太低，所以你基本上只能在晴朗的天气登陆。而且根据南极公约，超过500人的大船是不允许登陆的，每次登陆的人数也通常不能超过100人。其实，在上一期节目中，很多人会说，哎呀，去南极实在是太贵了。但其实南极行程的价格也是因人而异的。而如果预算比较有限的话，也可以多关注船司在出发前放出的尾票，有的时候会有很划算的折扣。那如果你对旅行的品质有要求的话，也可以找一家有经验的旅行社帮你去规划行程。在这里也非常感谢 Travel Bank 南极站，在规划和预定的过程中帮我们解决了很多问题。那我们现在做的这个 A21， 它有一点好，它整个船只有100个人，所以说我们在这边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体验，在岸上的时间会比较久一点。所以大家在选择船司的时候，请务必的提前了解这一点，因为万一你过去了却不能登陆，或者需要排队登陆，导致在岸上的时间很短，就比较麻烦了。但是只要登陆，就意味着你真正的踏上了南极大陆，真正的踏上了第7大洲，也真正的走进了企鹅的社区。 OK， 坐好，请坐好。大家好，欢迎来到彼得曼岛啊！在这边的话呢，我们是有2条路可以走哈。一边呢是往右手边走呢，阿德利企鹅的栖息地，然后呢跟着一个环线啊，然后就走到另外一边去呢，是看金图企鹅的栖息地，面朝大海。Okay, step here is not so slippery. Grab that hand, thank you, sir. OK。 OK， 您的包包，哇，好重嘞！ Sticky， 哇！同志们，我现在已经踏上了南极大陆，我已经踩上来了。大家可以猜一猜，全世界18种企鹅中有多少种生活在南极呢？1、2、3，答案是4种。对，特别的反直觉。另外的14种企鹅都不生活在南极，比如说我们在新西兰拍摄过的小蓝企鹅。除了帝企鹅需要深入南极的内陆，我们这次是见不到的，但另外3位主角都会轮流登场：阿德利、帽带、巴布亚，也就是金图企鹅。他们都长得太有特点了，跟着我的视频，保准你看完这一趴就再也不会对企鹅脸盲。你看，我们现在就是顺着这个红色的旗子走。看我们面前那个了吗？这是一个小的一个步道，这个叫 Penguin Highway， 就是企鹅高速公路。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动，陆老师就得等着。我们只能走我们的路。对，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走我的企鹅桥。对，哎，你看那些企鹅一直在摔。哎呀，拍到了吗？拍到了吧？我不确定。摔一个。真的在
太帅，还是为了方便行走啊 They do that on purpose. Sometimes they fall and then they keep sliding. OK 我靠，这地上全是企鹅尿，我受不了了，黄黄的。这企鹅上火了。我好热，真的好热，同志们，我穿多了。真的，我觉得这比北京暖和多了。真的比北京热啊，同志们。毕竟这边是夏天了吧？那边黑脸的看到了吗？这个企鹅为什么头是平的？这是什么企鹅？你能认出来吗？阿德烈企鹅，你看它的头，好平啊，纯平头，太搞笑了。阿德利企鹅，一看配色就知道啊，它是 QQ 和高雅人士的原型。它们是贡献了最多狡猾名场面的企鹅，同时也是最暴躁的，但也是最行侠仗义的企鹅。在网上，阿德烈企鹅保护帝企鹅宝宝的视频，相信大家都看过。但转脸，他们又会嫌帝企鹅宝宝占地儿，会无情地把它们踹下海。而我最喜欢的是帽带企鹅。同样是黑白配色，它们最经典的，你可以看到它们的头部下面有一条黑黑的细线，看着像是戴着一个永远都不会摘下来的摩托车头盔一样，它们也因此得名。帽带企鹅绝对是碎片睡眠大师啊，它们每天都会打盹上万次，但是平均每次睡眠只有4秒钟，这样子它们既能恢复体力，又能保持警惕。睡醒了，玳瑁，哎，玳瑁睡醒了，好可爱。它在咬自己的翅膀，看，它下边有一个像小胡子似的，细细的，看到吗？它像戴了一个小帽子一样。哦，这叫玳瑁。对，对不起啊，我知道我说错了，它不叫玳瑁，它叫帽带。我管它叫了一路玳瑁企鹅。没事，玳瑁就是一个意思，就是这个主谓宾的这个。山东企鹅，倒装的企鹅。对。所以是帽带企鹅。帽带企鹅。哦，偷蛋。偷蛋呢？不是偷蛋，偷石子儿。贼鹅。别人的石头他要偷走，要窃取别人的劳动果实，他。你看，鬼祟祟的，偷啊，快偷！而它们则是巴布亚企鹅，也叫金图企鹅。它们非常的好认，有着一对橙红色的撅起来像蜡笔小新一样的嘴，还有白色的眉毛。它们可能是企鹅中最在乎家的品质的小房奴，因为这些一个个高高垒起的石头巢穴，能保护它们的蛋不被雪淹没，又能抵御贼鸥的侵扰，是它们成功繁衍的关键。所以雄企鹅为了求偶，就会用小石头精心地砌成一个圆形的巢，而为了收集这些建材呢，它们有时候也会偷邻居的石头。你看，他把它弄走了，把它赶走了。他们果然不熟。所有人都说去你一边待着去。所有人都赶他。人嫌狗不待见。哎，偷了一个，偷了就往回走他。哎呀，又偷了，偷了就跑，他好笑。献殷勤去了，老婆看我能干吗？老婆看牛不牛逼？而他们这么千辛万苦的筑巢，一旦求偶成功，真正的交配过程却又短得可怜，通常不超过10秒。因为这个企鹅啊，它们这个夫妻关系啊，雄性需要先建立一个安稳的家，没有房子是没有媳妇的。我说的是真的，不是开玩笑的。没有房子是没有媳妇的，没有房就是没有房子，没有媳妇，就跟人一样。所以它身下的这些小石子儿其实是很难找到，都是这么大的。它需要有技巧。你看它们的巢穴，有的是建得非常漂亮的，一个一个垒起来，你要有合适的角度、合适的大小，垒成一个非常完整的窝。对。那因为我之前见过一个可能是比较年轻的雄性，它建了一个非常糟糕的巢穴，然后它试图向雌性求偶。结果被拒绝了，然后他最后非常的生气，就啄了这个雌性。所以你有没有能力去捕到足够的食物，
有没有能力建立一个好的巢穴，有没有能力让这个蛋孵化出来并且成长，都很重要。繁衍后代的能力，能够完成前1年的这个交配和抚育自己的小企鹅成长的话，第2年它们还是有很高的概率找同一个企鹅，继续。不一定是一夫一妻制的。它是一夫一妻，只是说有可能会离婚。Okay. Oh, they have babies. They have babies. 看到后面有企鹅小宝宝了吗？看到了，在那儿呢，看到没有？哇，太幸运了，这个很幸运吗？所以当然了，这最开始的哦。而且今年也是早了嘛，都觉得这么早。那我们还是很 lucky 的。对呀，非常 lucky。这个角就是图森角，你看那边也有非常多企鹅，那边全是企鹅。山顶上也是。哦，对，哎呦，我们要开到最前面。我们会靠近，但不会靠太近，因为我不想堵住它们的上下水的这个路。因为企鹅下水啊，它不是随便下的，它一般都是一群一群下的。豹海豹，它是很喜欢在这种时候抓一只。那它如果一只一只下会怎么办？那就是豹海豹就可以一只一只的吃。那准备下水了，好了，现在腾讯的员工们要下班了，都不想第一个走是吗？比耐心。谁都怕第一个。这比心眼呢，这成语。开始了。有一个跳了又上来了，晃点我们。一只贼鸥把一只小企鹅刚孵出来的给叼走了。朋友们看到了吗？那是贼鸥，看，贼鸥现在在抢它的蛋，看，哇，叼走了，叼了一只啊！坏鸟，这个是吧？它干嘛呢？它吃企鹅蛋。它要不吃企鹅的话，那这企鹅更它也饿死了。它也有它的孩子要回去啊。对啊。它也是生命的一种。就贼鸥的宝宝，你要看到你也觉得可爱，你也觉得它也值得更好的。那它也吃磷虾呢，你也没吃磷虾宝宝哭，是不是？哎呦，但是那只企鹅肯定很伤心啊。它是一个战术就是说我假装袭击某一个，但其实一回头，对，哦，又来了贼鸥，看，坏鸟。真的看到那只刚刚破壳还来不及看清世界的小企鹅被叼走的时候，那种冲击不是纪录片里隔着一层屏幕的唏嘘，而是近在咫尺，但你知道你无法也不能干预的自然法则。他的小孩被偷走后，他会偷别人小孩吗？不会，但是它是这样的，它一次会一般下2个蛋。那对失去了幼崽的企鹅父母，明天依然会迎着风雪，用体温去孵化剩下的希望。而那只得手的贼鸥，也许也正在某个岩石后喂养着自己嗷嗷待哺的小贼鸥。在这里没有善恶的剧本，只有一套写进基因里的冰冷的数学题，能量的传递和生存的概率。如果它叫企鹅，这个叫贼鹅，你会喜欢它一点很重要。这是南极第一次将自然的残酷展现在我面前。我想我们不远万里而来，不是为了去评判对错，而是为了见证这场最庄严的生存本身。您今年是第几季了？第4季、第5季？没有，第3季。第3季啊，第3年来这边。哎，你是怎么知道他们这个事儿，然后加入到他们的？我其实这一路都在关心这些中国船员的经历，因为或许这里也藏着你们人生的隐藏副本。应征来到这了，因为也是我的一个梦想啊。啊，哎，那如果说有很多人可能买不起这个船票，他们想来像您一样做工作人员加入这个船队，他得需要锻炼自己什么样的能力啊？首先，您语言的能力要过关啊，就是跟他们的英语的交流啊，然后还有你的身体素质要行啊，然后还有在这边工作有一个叫做IATO的一个考试是需要的，然后当然还有驾驶啊，
驾驶冲锋舟。What is the most needed job on the ship? The most needed job on the ship is Yeah. probably the captain and the doctor. Okay, the captain and doctor. Yeah, without them we can't come far. I mean, for my like Chinese scribers, so what are they gonna do? Maybe they can in the future join your crew. Either there's a couple of ways into it, either you educate yourself like a marine biologist, a biologist, historian, geologist, with glaciology, maybe it's good. 我听到这些词头也大了，但是除了探险队员，蓝领也是很必要的。就比如说，如果不是配备了中国厨师，相信我们这一次的体验也会大打折扣。We have a lot of different kind of on a ship. You can work with all kind of stuff, like in restaurants, like in the hotel department, and you can work as crew on board, with like being an able seaman. 我觉得好处就是有机会学习，这是让人感觉到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因为我真心的喜欢这个地方，所以我特别想把这个地方所有最美好的东西，都告诉别人。如果我想要这样做的话，我就必须要学习。我就必须要有能力，我就必须要知道，而且我必须真心的热爱它，我才能够做这个工作。到现在其实没有后悔过吧？不会啊，非常喜欢，每天都非常的开心。对，我们就4个月，然后冬天就不会开船了。一年只上4个月吧？对对对。那他其他8个月带薪休假，公司发你吗？不，我就干4个月，然后其他时间我做其他的工作。然后这边工作有意思，就是跟不同国家和文化、不同语言的人打交道。English is always important because that is the language of the sea. When you're on any boat all over the world, So English is not my mother tongue. Any language is very important. Like I would love to know Chinese. Newbie, yeah. Newbie means awesome. Yeah, awesome. 1,000,000. There you go. 这个地方温度是要高一点的。对对对，因为它地下有地热嘛，这是个活火山。现在此时此刻是在一个活火山。哇，哪里有火山啊？那有没有可能这些房子是捕鲸人做的？对的，就是以前的捕鲸的人住在这儿的。这一趟的旅程我们的运气都不错啊，天气一直非常的好，所以前前后后我们一共经历了5、6次登陆，但最后一次登陆是在最后一天的返程。探险队的队长告诉我们要去一个叫做欺骗岛的地方，这里或许和我们想象中的南极完全不同。很重的硫磺味儿，看这里一直冒气泡。哇，好烫啊！这个水。Yes， 我觉得有60度。然后你看到那些白的东西了吗？就是磷虾，在这儿已经被煮熟了。鲸鱼最爱吃的就是这个。人们是怎么发现这里的呢？其实是1819年，大家在捕捞海狮的时候发现了这里，发现这里其实是一个避风港。这个地方在被发现了以后，后面100多年就没有人再来过了，直到这个人类需要精油去点亮他们的灯，因为电灯没有在普及之前，都在用类似于煤油灯的这种灯去点亮他们的城市。这些灯火通明的背后，就是一只只死掉的鲸鱼，而我们现在站到的这个欺骗岛，就是有大量的蓝鲸曾经生活在这一片区域。So it could be used for heating, for lighting. It was also used to make soaps, cosmetics, solvents, paints, many uses. 在20世纪初期的时候啊，这个70%的这个鲸鱼油都是从南极来的。And so to make the whale oil, firstly the oil, like the fat from the whale needed to be boiled, and that was done in these boiling tanks. Over here we'll go and have a look at now. 欺骗岛因为特殊的地形，成为了蓝鲸、长须鲸、座头鲸的天然避风港。但也正是这样易进难出的环境，这里从1910年前后开始被挪威的捕鲸公司利用，成了高效的屠宰场。 So there were around 200 men living on shore from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at the height of the whaling period, and they all worked along here and lived here. They lived in these houses, you can see, and so there were 35 graves here, and also a memorial for 10 sailors who'd lost their lives at sea. Whaling station was made because whalers could process the whales on ships, but not the whole whale. So they would throw the carcass overboard, and it was said in 1910, in this bay here, there were over 3,000 rotting whale carcasses floating in the bay because they couldn't process them. So that sulfur fumes and the rotting carcasses, the smell from that was
was said to be an indescribable smell. It was so bad. 然后后来呢，就更进的改进了一下技术，有了这些机器，所以呢，后来就可以把这些骨头啊给机器弄碎啊，这个骨头粉啊就可以做成那种化肥啊、肥料之类的，所以就更完整的用完这一条鲸鱼。这些缸以前就是用来煮鲸鱼肉的，然后去提炼它们的油。看我们正面，这就是当时巨大的精油桶，巨大的储油桶。从1915年到1984年，短短70年，约有160万头鲸鱼被猎杀而消失。它们的总生物量之巨，几乎就等同于当时全球人类的体重之和。这其中就包括了世界上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当时的鲸的数量大概下降了多少？据说是，像蓝鲸的数量是下降了98%。哦，对，暂时没有办法恢复到同年的数量，因为它的体型太大了，然后它的繁育周期也非常的长所以我们很难再见到蓝鲸虽然现在说，哎呀，捕鲸人在那个时代，他杀了很多鲸鱼，看似好像是那个时代做的不好的地方，但是什么替代了捕鲸油呢？是煤炭嘛？对，是煤炭和石油替代了鲸油，所以那我们现在并不比那个时代做的更好，人类需要发展，对，所以我们想要所有东西都是阶段性的，光谴责没用。对，所以就是我们从自己的生活中还能做些什么。你的眼神给我回应，说你也信，在我怀中蜷着紧的身体，成为他的辽阔，他的孤寂。但是做头巾，大家这几天其实一直都有看见嘛。据专家的分析和评估之后，认为做头巾的数量已经恢复到捕鲸业之前的一个数量。全球的商业捕鲸在1986年被法律叫停，但科研捕鲸这样的灰色地带依然存在。直到2019年，日本宣布结束南极捕鲸，这段历史才算暂时的告一段落。在南极公约颁布后，所有的人类活动都需要撤出南极，但欺骗岛的遗址被特地留了下来。这也许是为了让我们记住这段历史。自然从不说话，它只是呈现所有选择的结果。一直零下，被谁偷去？一眼消散在风里。